哎，大家伙早喽！2月16号星期日，看我在哪儿，终于找到了大阪马拉松11公里的路标，在玉堂津这条路的路西侧。你们看，这条就是玉堂津大街。今天还是天没有亮就出来了，因为下雨了，一夜下雨了，现在刚停，所以阴天要亮得很晚了。在Prada 正对面就是大阪马拉松11公里的地方 ，Prada 和 LV， 还有 BOSS， 然后那边那个角落就是拆掉的 Nike 搬到里面了。我在这儿有点危险，我要进去了。今天我们的探路就从11公里这儿开始啊！我先按一下手表的计圈键，我们就出发。这条街晚上还挺亮的，前面一拐弯就不亮了。这边就是美国村。今天就轻松跑，咱们探探路，看看能探到多少。地面还挺湿着呢，今天暖和了，现在体感温度有7摄氏度呢。刚才那个11公里的标，一看就是修完路以后又涂上去的，我就觉得肯定得有，不可能到时候再量一遍。比赛那天这条路，观赛的人是接触不到选手的，有一个就会拦到这儿，拦到这个栅栏这儿。就那去年我扔手套那儿，就是差不多就是前面这一点点，在这儿。这是第一个值得观赛的地方，因为这条路宽，到这儿大家基本上跑开了。就我前面这个路口，选手就会路过2次。这个路口去路的时候，就前面这儿就会右转了。回来的时候呢，会从对面回来。比赛的时候在这儿右转，因为前面修路，所以我们只能绕一下，就走不了马路了。可能距离就是错的，大家见谅。大阪什么季节都是好多游客。按说这儿应该是不能走的。但是就这一点点，要不然就要绕挺大一圈这个探路这儿。每次后藤先生那个音乐会，就是在我现在右边的一个小的餐吧。从11公里之后拐弯以后，这条路上面一直有高架。这块儿如果是以前那种单频的 GPS 手表，肯定是不行，就跟北马，是过了还是没到中央电视塔那块儿那个
大的立交桥，到哪儿就飘，到哪儿就飘。那时候，我的表已经1公里了，但是因为绕红绿灯，所以肯定多跑了。我估计在前面，我看看这儿有没有啊？没有。这儿找到了，看这个路口正好是一个路口，这个路口是大阪马拉松的第12公里，在这儿。看到这个整蛊院就到了12公里。哦，前面人摔了。这种车，这是共享的滑板车，没有经验的小伙伴一定要小心。这游客也能用，好像我不确定。哈哈，导游说 "It's not my fault"， 不是我的错。像大阪在市区里这样的探路就特别难，老得等红绿灯，因为这个路特别宽，就算早晨你也得等。那就跟大家讲一下这条路。回来的时候是从对面回来到那儿，就我现在指的这个地方，我的左前方这儿，是半程马拉松的地方，就一拐过去基本上就半马了。然后这条街跑到头再折返回来，再往那边走。而去程的时候就是直接直着走。今天咱们的探路就是一个大折返，我预估最短探到这个地方，就回来咱们到这儿就结束，我就往家走。然后我们这次探路还是10公里多一点，因为如果一下探20公里的话太长了节目，下次还是10公里，因为还有时间，还有1周呢。这条路观众不多，这条路相对就也没有太多商业了，而且跑到这儿的时候还早，我跑到这儿的时候应该还不到10点，刚刚10点吧。跑到这儿路就宽了，然后前面会迎来大阪马拉松的几乎是第一个比较有明显的爬升。到这儿是什么感觉呢？到这儿的感觉是10几公里，然后路也宽了，正有劲儿的时候。然后路边基本没什么观众，跑得快的话就自己按自己的节奏跑。我手表响了，很快应该就是下一个公里的路标。找找看啊。啊，正好在公共汽车站这儿，看见了吗？大阪马拉松13公里，在这儿，正好公共汽车停车。
等于看到这个杏厅三丁目的车站，就是在前面上桥之前13公里。前面上了桥以后是右转，所以呢，在这儿大家就慢慢的，不要切到最右边，切到最右边的话，前面还有一个，就这条路不是特别直的一条路。小灯我们就不等了，丁字路口。天慢慢也亮了，可以看清路了，对吧？你看前面的路上坡了，上桥了以后会收窄，所以这时候不要就是贴着路的最右边跑。就在从右边数第2个车道，直线前进就行。这儿视野也开阔了，尽量往前看，就不一定沿着路面的交通线跑。大阪马拉松是没有蓝线的，就没有官方的最短距离的线。你看这个小爬升。但是到这儿还好，到这儿我的亲身体验是还不觉得这个爬升累。然后看右前方这个桥，到这桥这儿就要右转了，然后就一直往那个方向跑。在这个地方右转。所以到这儿呢，大家就可以切一下弯儿。这条路是分上下行的，就是它是一条折返的路。你看中间是有拦着的，也有地方没拦。就是去程的时候跑在我这边，回程的时候反着跑。大阪马拉松的路线是和中国大陆一样，是靠右跑，跟他们这儿的行车是反着的。他们所有的折返都是靠右跑。这儿有河边的那种味道，尤其是下了一夜的雨。还有好大的一个永旺。到这儿基本上在我看来就已经出了市中心了。我们平常不来这么远的地方了。到时候大家比赛的时候也是沿着我这一侧跑。如果您在后边出发，后2枪，在这儿已经可以看到折返回来的选手了。哪怕您是第1枪跑得比较慢，如果在4分以外，差不多再往前一点儿，应该就能看到折返回来的第1集团了。咱们这条路直着往前，前面是左转。但是这条路是被人工会分成上下行，那边是折返的人，所以还是要在右边跑，可以慢慢往路中间切了。到这时候，我手表响了，看看找找路标啊。看到了，看在这儿，大阪马拉松14公里，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大厂房这儿，或者说这个国街天桥到这儿14公里。到这儿我过马路跑，大家比赛的时候还是靠右边跑。我过马路跑的原因是一会儿左转的时候没法过马路。
所以您过了刚才的那个过街天桥那儿，就开始往左边切到路的这条大路的正中间。其实前面是左转，前面左转那儿就是那年我喊，去年我喊会长在不在的呢。但到这个路口就是左转，左转还是要贴着路的右侧跑的，因为还是对侧是折返的人。我去年到这儿看到了男子第一集团，这个地方大概14公里多一点，是14公里吗？好像是吧，14公里多一点。然后紧接着前面这又是左转，所以您拐过来以后就一直沿着您能跑的最左边跑，多拐最小的弯就好了。你看这儿左转的时候是个微微的小下坡，然后到前面这个路口还是左转。所以您要是比我去年快呢，应该就是在这儿拐过来才能看到第一集团了。这儿左转之后，现在我跑的方向还是在马路对面，马路对面跑，这边是折返的。一会儿我们找一个红绿灯，赶上红灯的时候过去。但是您看看我的探路，自己来。如果提前几天来，也别自己探路了。这个路早上起来太黑，白天车太多，全是红绿灯，然后骑车的人也多，确实不熟悉的话不安全。我们过马路，到时候各位是沿着我现在这个正前的方向跑。这条路观众就稍微多一些，因为两边你看都是住宅和生活区，看没？像这种都是住宅，然后也天也早了，就是也晚了，抱歉啊，已经到这儿应该已经10点，差不多10点20了。就是如果跑得快一点，这儿不到15公里嘛，不到1个小时，9点15发枪，到这儿差不多10点15。我记得去年到这儿就已经有两边的观众穿的。有一位穿的那一年，就上一次大阪万博会就太阳神的那种充气的，跟这儿给我们加油，差不多就在这儿。这条路一直跑到前面的一个铁道桥折返，如果不折返再一直走就是大阪港摩天轮那个海游馆。我的表响了，那我应该去路边看看呀，出不去了。看看啊，看看有没有啊，这儿找到了。我这跟寻宝一样，看这儿，但是它这个箭头在这儿，然后因为那儿写不下字，你们看那儿被灌木挡住了，它这儿画了一个斜箭头，等于那个点是整整的15公里，大阪马拉松15公里。如果您4分配速跑到这儿，就是整整1个小时。看，上链接。你们看这个，就这家，雅优逸轩这家店，这也是个连锁的，就跟上一期给大家介绍那种小雀迷差不多。这家店更多，然后更现代，这是大连锁店，就有点像斯基亚呀、吉野家差不多的。这家也是个冲碳的好去处。好像是不是这家是米饭是随便续的午餐？
好像是，我记不清了。吉野家。你们看那边那个方向，就是刚才咱们上的那个桥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这儿绕了一圈。手表又响了，应该又是1公里，我们往前找一找啊。哎，没看到呀。啊，找到了。看鸽子这儿，这个点儿，大阪马拉松16公里，看，16公里，到这个路口。大家在跑这条路的时候，没有什么要注意的，这靠哪边其实都差不太多，因为这是一个到前面整整180度的折返，这路也不宽，不会牺牲太多的距离，就别老左右变道就行了。我去年差不多跑到这儿，看到对侧折返回来的石川先生。差不多我这水平在这儿对面就有好多折返的集团了，看人家都特别快。其实很快，前面这铁道桥就折返了。但是我们又要等红灯了，刚刚变红。所以远远的看见有这么一个斜着的铁道桥，你就知道，哎，又是一个阶段。有时候比赛就是这样，就跟那次大阪半马，我跟大家说到前面铁道桥就转弯了，就是得给自己找一些标记。你看在前面那个高架是环状线，到时候直接在这儿是一个这样的折返去马路对面跑。如果大家来玩跑步，在这儿不折返，一直往前，大概再有
2-3公里的样子就到海边了。好，我们走折返。这儿这个就是这样折180度这样的折返，看没？所以大家折返的时候就尽量跑短吧，而因为这个折返还有劲儿，对吧？这折返还不累呢。那后边过火车了，看，火车上还有图案呢 ，Hello Kitty。然后折返的路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就，也许我剪辑的时候就快速略过了，一模一样的，还回到刚才我说半马的那个路口，是一点都不变，100%的折返路线。这块就是大家记得，所有的路口都是右转，然后直到那个河边那个桥，那是左转。手表又响了，我们找下一个公里点。没看到。找到了，在这儿。前面来车了，我先站上来。看这个箭头，大文马拉松17公里，那正好是一个电线杆。我差不多去年再往前一点，就正好看到前景先生在对面跑过来，给他加油，他还听见了。这有的时候马拉松你拼尽全力，每公里快几秒，其实10几公里的时候大家都差不了太多呢。但是有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我慢了几秒，慢慢的就跟前面人差的越来越多，这心里很奇妙。如果想偷懒的话，这个路口右拐，我就回去了，不用绕前面这一圈，咱们还是完整的探完。哎，手表响了，咱们找路标啊。
又跑回刚才马路对面那个吉野家了。我还没找到。啊，找到了。看，在这儿，大阪马拉松18公里，正好在这个商店街的入口。这就刚才给大家介绍那个吃米饭、吃套餐的地方。所以马拉松，你看我带大家探路，我觉得1公里1公里好快呀！就比赛的时候，其实也是这心态，就是你什么都别想，或者想特多东西都行，你就觉得手表一响，几公里就过去了。你就盼着这个心态一直能持续的越远越好。你要是这个心态能持续到33公里，基本上这场就很成功了。再往后可能会觉得越来越慢。我看对面这些建筑。就是你觉得1公里1公里特快的时候，说明你的状态还好。这是我的经验。而且大阪，你们看到那个路线图，左转右转折返，其实因为整个它大阪还是小，所以你看我们跑了跑，很快这折返就过了。而且刚才都18公里了，我们等那特长的红绿灯到那儿。是21公里，等于我还有3公里我就回到那儿了，我就结束今天这10公里的探路了。所以你就会觉得10公里好像就是几段标记物，就10公里，然后又过了几段标记物又10公里。一会儿在那边折返2次，下次探路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了，折返2次以后，一到大坡，突然一想，哇，32公里了。那上坡也有动力，上完坡一想，真正的马拉松开始了，最后的不到10公里。但是大阪马拉松有一个小小的缺陷，最后的那10公里的路线没有太多标记物，尤其是最后7公里，所以会觉得比较漫长。最后探路的时候咱们再说。这个路口右转，所以大家就切边吧。你上一届大阪马拉松会长那个集团和第一集团其实差一点，他们跑到这儿，我才跑到马路对岸，对面。那对岸是什么鬼？对面，等于在10几公里的时候已经领先了我，4公里还是3公里，我算不过来了。因为人家那个方阵是3分的配速，我是3分47。1公里就差，咱们就往少的说，就说45秒，10公里就450秒，对吧？差不多得差800秒，10几公里，都10多分钟了，10多分钟差不多有3公里嘛，对吧？而你这么想，比赛的时候10多分钟。12分钟对他们来说3公里，对普通人来说，对他们来说4公里，抱歉算错了。对普通人来说，可能3公里、2公里都有可能，对吧？3公里多一点对我来说。但是这12分钟算什么呀？你做电视前稍微一会儿就12分钟。有时候看马拉松比赛就有这种感觉，有时候看着看着干点别的，看个消息回个消息。再一抬眼，哇，好几公里过去了。这条路大家要尽量跑直线，这条路不是100%的笔直，跑到最前面是要左转的。就是现在我肉眼能看到，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到，就是过了前面那个过街桥，前面有玻璃的大商场，就是永旺那儿，到那儿差不多就该左转了。这条路是微微的有点弧线，
所以你就自己判断最近距离就好了。手表又响了，马上下1公里。找找看啊，到这儿都已经马上就要半程了，是不是？看到了，在这个路口前，在这儿看，大阪马拉松19公里，我们跑过来没有多远，拐过来以后，那这边那条路，大家能看见那条路，就刚横着过车，就是刚才咱们跑的那条路。早上起来好安静啊，周日的早晨。我们又看到了这个仓库，这是刚才对面的那个公里计时的公里标的地方，那个比例看。我在这儿过马路走，这边路比较好走，正常大家还是沿着路的右边跑，就是逆行这个车行的方向。大家看到这片商场就要往你的左边切了，再往前是一个左转，是一个上桥的左转。但这块就是微微上坡了，上到这个桥上。然后我们又跑回来了这个桥，这个桥一下桥就左转，前面这儿就左转。大家陪我在这儿等会儿红绿灯吧，因为我要到对面看公里牌。但我们再回忆一下刚才过来的时候。从那边过来，这样到这儿右转，对吧？然后一直走到头，然后兜回来，兜了一个几乎是一个180度，在那边远处那条路，又那样过去，又那么兜回来，然后又原路回来，从那边咱们现在又回来了。现在呢，我们要左转再往回去。现在大阪马拉松很快就要到半程的地方了。这儿你们看这个桥，先回来的时候先上了一微微的桥，然后下坡，然后左转，然后再上一个桥，看到没？它等于这一块都是桥，再有一个微微的上坡，但是这坡不陡的，我现在相机是水平的。然后马上就绿灯了。我第一次来这儿是去宜家，这个地方有一个宜家的班车。走。正常情况下，大家在这儿这个大路口左转，这样过来。这样过来，沿着这条路一直往这边跑。你看，一转过来就上坡。像不到半程的这种坡，建议大家就顶一顶，尽量不掉速，费点劲儿也没事儿。你下坡的时候能缓过来。你看前面是挺长一段的下坡。好，手表响了，我们找公里牌。
还没看到。啊，找到了。好看，大阪马拉松20公里，还有1公里就要半程了。到这儿是20公里，刚刚下完坡。基本上到了20公里，就算算半程的时间了，基本上就能算了。我们这个丁字路口不等了。骑车的大哥也不等。还有救护车。你看，救护车要闯红灯，这车给他让了。大家跑到这个地方，就沿着路的右边跑，尽量沿着路的右边跑，因为前面马上就右转了，就可以慢慢的往右边切。最优解就是都跑切线。你们看这个路口，就是刚才来的时候我说特别宽，等红绿灯那路口，这儿离刚刚咱们起跑过那条我说去年扔手套那儿就几百米，所以到时候您加油的家人朋友可以直接就选择这儿，然后回来的时候再先在这儿也行，就会看到选手这么跑过来。去年家属是在对面，因为这儿没有过街天桥，也没有地下通道，这儿要想马路的话就得去两边去后边绕地铁，或者去那边走地下通道，不是地下通道，那边过街天桥了。选手在这儿这样拐，对面是折返的路，所以到时候比赛当天这条马路是不能过的。所以家人那天家属在对面，在那红绿灯那儿，选手到那儿就右转了，再跑一个180度的折返，就跑到前面再回来，折返过来很快就半程了。我手表响了，我们找找半程，正好相机的一块电池也马上要没了。找到了，看，大阪马拉松21公里，对应的那个点在那儿，看，在这儿，因为到时候这个辅路是不让跑的，跑主路，在这儿，看这儿还有一个大阪马拉松21公里，那我们往前不到100米就是半程，半程应该也有标，我觉得。找到了，成功！看，大阪马拉松 half 就是一半，
英文的 half， 他们直接就片假名了，也不知道谁扔一毛巾。看，我们到了大阪马拉松半程的地方。好吧，小伙伴们，相机正好马上要没电，连续录了1个多小时，我们到达了大阪马拉松半程的点。今天的探路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次从半程一直探到大坡，然后最后一次从大坡一直回到大半程的终点，好吗？下一次不出意外，看看如果明天天气好就是明天。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希望大家来参加大阪马拉松的小伙伴们到这儿的时候依然还保持特别好的状态。咱们下回再见。